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部的结构，在这个里边呢，我们先去画一下它的这个骨骼结构啊，大概有一个浅浅的痕迹。像这个位置是第七颈椎，第七颈椎我们可以参考，把它当做是胸腔上端的位置。但是啊，这个胸腔上端和第七颈椎是两回事儿。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，这里是前面，这里是胸腔的下边缘，这里是胸腔上端，这里是胸腔后边。胸腔呢是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在这里接出来的是颈椎，第七颈椎就是最下面一条颈椎，然后颈椎的后边伸出来一块，伸出来的这一块就是棘突，包括上面每一块这个骨骼它都会有一个这个伸出来的骨头。那么第七个颈椎后边的这个棘突，它是比较突出的，它是在体表非常容易观察得到的一个骨点。然后再往下，这里是这个胸椎，胸椎后边也有棘突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啊，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七颈椎，从侧面来看，它和胸腔上端是有一定这种前后关系的，但是呢，它们基本上在一个水平位，所以说一般参考第七颈椎的这个位置来判断胸腔上端的位置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然后它这个胸腔的下端，从背侧来看，这个位置是在腰腹部最窄的地方，最窄的地方呢，大概就是它胸腔的最下端，这个就大概是它的这个胸腔的造型。然后这个是中线，中线呢也是胸腔后边的这个棘突，这个是胸椎的宽度。胸椎的棘突都是比较贴体表的，但是颈椎的棘突只有第七和第六比较贴近体表，再往上面走就跑到里边去。再回到上面这个小图来看，颈部的外轮廓是这样，颈椎在里边从侧面看，然后再来画一下它的肩胛岗，简化一点的肩胛骨。肩胛下角在第七到第八类之间，第七到第八类呢，大概就在这个整个胸腔的中间的偏中间一点的位置，上下有一点浮动不要紧。这就是它这个肩胛骨的大概造型。这是肱骨头，肱骨头是略微朝后的。我们画一个顶式，这是一个顶式的胸腔，这是一个顶式的胸腔上端的圆面，这里是胸骨，这里是肩胛骨，这边是前面，这块是关节鱼的朝向，这个是肱骨头，肱骨头是对着关节鱼的，所以说肱骨头的朝向是微微朝后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看，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肱骨头这个半球形。那么根据这些骨骼，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肌肉结构了。斜方肌附着在这个胸椎后边的棘突上，这是它的起点。然后往这边走，肩胛转角、肩胛岗以及肩峰，包括前面的锁骨啊，在这个角度看不到。然后在第七颈椎周围有个菱形的肌腱，这就是它的斜方肌。骨骼的结构确定了，那它的肌肉结构也就非常容易画了。这个是冈下肌和小圆肌去向肱骨头，包括大圆肌绕到肱骨前边。然后注意这几块肌肉的比例。